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看到视频里这个玩具，咱们都知道，咱们现在又开始回顾老物了啊！而且呢，在回顾这些老物的玩具的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一回支援这些老物啊，支援了一批，得有四盒的玩具的这个超叔啊，大伙熟悉我视频的也都经常在我的视频空间里每周末的时候都能看到超叔的这个马超 ETF 啊，或者超叔 TF 卡啊，这两档不同的类型的节目啊，跟大家能够见面。而且呢，这也是我跟超叔就是偶然间提的啊，我说超叔那有没有这个一些比较老的老玩具啊？我说拿过来，我想拍一下，想玩一下，想回顾一下以前的这些我曾经买过、曾经玩过，但是呢，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视频分享的这些玩具啊。以前因为还是在优酷嘛，不是在 B 站啊，在 B 站没有跟大伙聊过，没有发过这些老玩具的视频啊。超叔说那行。二爷，我给你发一些图片啊，你需要哪个，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发过去。啊，超叔非常的给力啊，发了很多过来，还有一些小比例。所以呢，咱们也就找时间跟大家一点点去分享吧。啊，先从这些地级、危级的玩具咱们先开始玩，然后后边呢，咱们再找时间啊，去一点一点的跟大家分享官方当年的玩具啊，算是回顾当年一些官方在不同时期推出的一些良心产品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跟现在的玩具有没有一些不同啊，哪里有进步，哪里有退步，哪里有不一样啊。而且呢也反馈过来，我视频当中也有很多兄弟想看这个老物的分享，所以呢这回也正好超叔这么给力，咱们就借着超叔的玩具，咱们通过视频，通过镜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回顾一下当年的老物啊。这款 B2 的轰炸机的威震天，也就是重生威啊，也是漫画里边威震天非常经典的这个造型。这个造型官方到现在为止也就是到现在遗产系列当中也没有再重置，这只是当年经典 3.0 时期推出的 D 级一个 D 级别的玩具前后左右其实很空你能从这儿能够看到包括腿，包括后边非常的空这基本上是当时经典系列再往下走下坡路时候的产品了。但是即便就如此这款 D 级别的重生威震天也让很多的第三方竞相去模仿，就是想出这个玩具的拿这个玩具的结构放大，然后再去改一些，就是把这些窟窿这些地方用各种片给你补上我说的这一家是 GT 那一款重生威，看过视频都知道他家是怎么做的补了半天给这个模具给补残了而这个 D 级别呢，说实在话有一些地方除了空之外其实还是大小比例这个方面不对，太小其实整个的造型美型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这个头雕非常的帅非常的帅，非常有威震天那种英武之气那种感觉但是很可惜，真的除了这一款可变的官方出了它，包括第三方除了 GT 的那一款模仿补漏补片补废了的那一款之外，官方到现在只推出了这一款。不可变的只有官方授权的铁技巧那一款，但是那款魔改的已经基本上人不认识了可变的只有这一款其实这么经典的这么一个造型，我觉得现在的遗产系列以现在的官方的美工提高这么强把这款再重置一下，其实也不是说不可能，对吧？只要官方自己不瞎的去魔改的话，我觉得照这个美型度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好，咱们把武器给它拿下来。这个武器其实是翅膀就是翅膀变的
然后把这块折回去，它还有一个，看上面还有一个联动，看折回去，这上面这个地方，其实这不单单是一个造型啊，它里面是有联动机构的啊，所以说当时即便玩具缩水、偷胶很严重，但是像这些配件方面啊，做噱头还是能给你尽量满足的。这是2个翅膀，放到一边啊，也是这款的武器。然后呢，变形更加的简单，但是咱们在叫变形之前，其实我想跟我的老的这个一直看我视频的兄弟们想说啊，以前在优酷的时候啊，我有一档节目是金味杂谈啊，当时呢跟大卫哥拍的啊，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当时有一期具体的题目我忘了啊，这个超叔也很喜欢看。就是当时的这个，因为大卫哥是微控嘛，啊，当时的这个里边呢，就是各种老威，里边就有重生威，这个重生威，大卫哥变得非常之纠结，啊，我当时还纳闷，我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变得这么纠结啊？其实它的很多地方需要折叠，包括肩膀这些地方，包括腿怎么去折叠，拼成一个飞机的一个造型。所以说你有一个地方拼的不对的话，整个的拼图是拼不上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当年让大卫哥玩的这么纠结是在什么地方啊？首先肩膀卡扣咱们给它卸下来，打开腰部鸡头这个地方啊，真凶的变形咱们要给它解锁，这个地方还挺紧啊，看看拿个工具撬一下，因为这个腰这个卡扣啊，这个地方不卡紧的话非常容易松，这是唯一的一个固定点。打开然后翻下来，这个威震天的头就在这里，然后这2个零件啊，咱们要给它往上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块卡扣咱们就可以跟上面给它结合上了啊，这里，然后2个肩膀往下一放啊，上面也有卡扣啊，扣上去，机头的一部分就出来了啊，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和拼图线一样啊，接着往上拼，然后胳膊的这个地方往这样转，然后一会儿通过这个地方啊，给它往上也是拼图，但是呢，咱们下一步开始变腿。腿的变形是当时我记得大卫哥变得非常纠结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纠结呢？他不知道怎么去把它去折上去啊，折到这个空间里面。腿部咱们在没变之前啊，腿部其实是这样式，它这个2个板子可以往里边放，展开，把脚给它窝上去，展开的同时这个地方看还有一个拼图线啊。好，然后这个时候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腿球关这个地方冲上，然后从膝关节把这个腿折成这样，然后再给它往上，膝盖甲的位置咱们就可以给它放下去。看，咱到这边看啊，这个拼图线就出来了，跟前面卡扣往上一拼，然后呢这面的这个地方正好这个卡扣等着往上一拼，飞机的形状就出来了啊，这个也是。好，拼上来，膝盖的位置记得给它缩回去，
前面的卡扣扣上，扣上，扣好，然后这就是整个飞机的一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最后咱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翅膀给它再往上，这个地方看，这里扣上去。这个变形其实非常的巧妙，你就当 GT 即便拿这个模具去补片它的时候啊，它其实要知道一点就行，把官方这些空洞地方补上就完了，没有那么复杂。它那个地方需要还想炫一下所谓自个儿的改模的一个能力啊，然后最后呢还把那个模具给改废了啊。其实这个模具正常去变形的话没有多难，你3两步就变完了。只是因为它是 D 级，而且就像官方当年的 D 级一样，已经往现在的玩具水平在靠拢啊，能空则空，能小则小。所以说这个重生微其实为什么我会说到现在为止没有重置啊，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就在这儿了啊。其实还是希望官方能够拿捏住这个美型度啊，在现在遗产系列当中把它再重置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非常的想再把它收集到自个儿的收藏当中，也说不定啊。好吧，这款重生微咱们就分享到这儿啊。还是那句话，从这一期开始，咱们一点点分享超叔拿来的这些老玩具，咱们一点点分享老玩具的一些个在观看当中，在我把玩当中的一些个感想，你们可以通过留言来告诉我，好吧？那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